好，我们现在有一台全新的 vivo 的旗舰机，这是他们最好的手机。我现在还没有插卡，我发现它有一个功能是有一个出境上网的，可以把流量漫游去指定的国家，但是这个手机是不支持 eSIM 的。然后刚才我发现这里有免费的，我点击了一下，它需要一个 SIM 卡，现在我找了一张来自中国的 SIM 卡，然后我插入，我想看一下这个流量，这应该就是在中国几乎唯一合法的访问境外的网站的需求了。我想看一下可不可以漫游回指定的国家。我现在插入了这张卡，我们尽量一刀未剪，但是如果出现手机号，我们会剪一下。好，现在已经搜索到4G 了，然后它应该是需要一个验证，它应该是需要一个验证码。我们尽量一刀未剪，然后出境上网，领取成功了。好了，我想看一下在中国可不可以激活，然后我点击开启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去漫游去香港。不过香港是不可以用 ChatGPT 的。我不知道，我很激动，因为这个手机是 vivo 最好的手机了。然而，它的低端机和中端机应该是没有这个选项的，因为我没有更多的机器可以测试。我们来等它一下，这个手机是不支持 eSIM 的，所以它用的应该还是传统的国际互联网的漫游的协议。我个人我也不知道，我是第一次知道有这个选项，因为我用 iPhone 多一些。就是如果普通一个非中国地区的人到中国，简直是地狱级别的难度。一落地断网这个事情，我相信他们有一些技术可以处理，但是我还是很纠结，为什么他们不让普通人访问国际互联网？即便他们知道，如果中国想要成为嗯，世界的一份子，中国需要开放互联网。它在构建网络，我不知道我应该打断它还是什么。我们尽量一刀未剪，我们给他一些时间，我们给来自中国的手机品牌一些时间。他点击失败，但是我们重试一下。这有一个设备编号，一会儿我们会打码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设备编号意味着什么。免费的应该是，我们尽量会保持视频的一刀未剪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无法开启。我不知道中国为什么在有如此先进的基础设施的情况下，我很遗憾，如果我很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而感到遗憾，尽管
我们都知道，一定程度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限制是无法被普通人理解的。我不知道是因为是免费的原因吗？那我看可以付费。算了，我们付费。我们如果他再不成功，我们就付费买一个，我们看一下。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。嗯，我们会给手机号打码，但是我们要开启数据漫游。好吧，好呢，好，可能是我们的原因。出境上网。好，我们刚才没有开启漫游，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的问题。但是我依然确保这个视频一刀未剪。我们如果这次不成功，我们可能会付费买一个订阅。我不想被别人说你只想用免费的。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只会对出现的手机号和订单号打码，我们不会对别的更多的讯息剪辑。我们给他一些时间，他还是在启动中。这个手机的摄像模组简直太夸张了，看看这摄像模组占后置的比例。它还是，那我们买一个，我们买一个嗯，买一个韩国的吧，因为不，我想买一个日本的，买一个日本的购买。然后它没有更多的，它只能用支付宝，所以那我们会，可是我如果没有支付宝，嗯，我用，嗯，我我们我们买一个付费的。嗯，
它好吧，那我们因为我是第一次用这个功能，所以我们来登录一个支付宝吧。我用的是中国大陆的支付宝，所以我不知道在别的地区的人能否正常的使用这个服务。他不会给我发验证码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哦，好像是我们没有插卡，对，那我们，我收到了。他就要验证身份，他很复杂的，嗯，那我们，好，我还是在我们购买一个日本的支付，我需要密码。好，我们来重新回顾一下发生了什么。我们现在有一台新的手机，这是 vivo 的旗舰机，vivo X300 Ultra。然后我发现了它有一个，因为这台手机是不支持 eSIM 的，但是我发现了它有一个出境上网。然后呃，第一个视频因为发生了一些技术故障，所以我们重新录了一个。这个中国香港有一个免费的2G。是不可以用的，所以我们付费的买了一个日本的，我想看一下，好吧，它不支持。好吧，我们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了。